这种天生恶种，怎么死得这么慢？劳文吕斯，希波拉肯海因斯。有趣，太有趣了。海因斯家族2年后覆灭。都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没想到老天竟然给我这个恶人一个全新的机会。魔法天才，荣华富贵，堪称完美的家庭。还有2年就要被星王大清洗，全家死绝。这不是绝境，这简直是为我打造的全新舞台。首先得熟悉一下我的魔法能力。进来个人，收拾干净。可以随便杀人，这个世界的规则还真是美妙至极。亲爱的弟弟，你好像笑得不一样了。姐姐，这个时间下楼少见。有几个魔法想测试一下。哦，什么类型？以前就会的，想加固一下。是吗？你到底是谁？灵魂掠夺类的魔法吗？有意思。灵魂掠夺，占了我弟弟的身体。突然说出这种疯话，真是和二哥说的一样，你这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。骂得好，但你以为能骗过所有人？我弟弟细微的动作习惯，你模仿不来。灵魂要是有问题，光芒就会变红。怎么可能？姐姐，我尊敬你，所以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。但如果你再做这些疯事，别怪我告诉父亲。测不出来吗？有意思。暴露了，行为习惯，最要命的破绽。在这个有魔法的世界，灵魂夺取并非天方夜谭。一旦坐实，我必死无疑，甚至生不如死。家里聪明人不少，父亲、母亲必须尽快离开。洛伊不会无缘无故试探，他看到了另一个影子。除非他找到证据，或者被我误导。算了，先练习要紧。可以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少爷。
我住！1/20的魔力储量，恢复需要时间，19战是弱点。那么组合呢？风压，威力接近，消耗更少，有趣。我早晚会揭穿你身份的，弟弟。真是低级的试探，可惜我是拥有劳文全部记忆的人，香草可是劳文最讨厌的配菜。姐姐，我突然有急事，晚餐美味，您慢用。小少爷去了厨房，然后呢？他处决了金兰的女仆。反应正确，但越是正确，越让人好奇呢。我亲爱的弟弟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该死的，酱汁里竟然有磨成粉的香草！我的好姐姐，你还真是够阴险啊！还有1周，海因斯家族的人就都要回来了，我必须尽快离开。风筝，是你？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只是和我最可爱的弟弟开个小玩笑，测试一下你最近的反应和实力嘛。我一点也笑不出来。如果你看我碍眼，我可以走，而不是被你用这些莫须有的玩意反复折腾。好啦好啦，怎么越大越开不起玩笑了？姐姐不会再怀疑你了。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。必须赶紧离开了。唉，再撑2天，后天就可以走了。我亲爱的弟弟，你要去哪儿呢？姐姐呢？洛伊小姐一早就去了魔法市场。知道了。魔法市场，难道又去买新的测试道具吗？随他吧，只要再撑1天，我就解脱了。原主只对魔法感兴趣，因为他是无继承权的第4子。骑士是监视，没有也好。财富和魔法道具才是眼下最实在的。可以离开了。
不愧是大家族，还真是琳琅满目啊！最后一晚了，我终于要解放了。听说你要走了？魔法遇到瓶颈，父亲常说，力量需要血与火的磨练。那就祝我可爱的弟弟一路平安，姐姐会想你的，期待你早日回来。谢谢姐姐，我会的。陈无正龙，请问咱们这一趟目的地是何处？出发吧，去凯恩城。猎杀开始了。吕斯·希波拉肯的葬身地，海因斯荣光的起点，现在是我的起点。老板，住店。我推荐你去城北的真实黄金酒馆，那边的条件更适合你这样的客人。我就住这里。好吧，最好的房间6枚银币1晚，酒水吃时令算。先住半个月。4楼尽头3号房。厨房凌晨1点熄火。哪儿来的少爷？装被盗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装，他那手比我家婆娘还嫩。进山，怕是给蘑菇送点心。但他一个人赶来这儿，说不定有底牌。他指定1间房，想搭线的自己琢磨。我记得他们挖到龙鳞和龙血晶，在丰收节那天回来引起轰动，这正是我的机会。丰收节还有10几天，等，耐心等，偶遇必须看起来像偶遇。这一次，主角团的命运由我来定。听说没？边山谷出现了毒爪狼，凶猛无比。学府队都进去3天了，估计这次悬了。听说北边那处矿洞闹鬼，可丑劲高的吓人呐！怎么样，要不要一起去试试运气？扮演有秘密的富家子弟，不张扬，不卑微，保持距离，留下印象，种子已埋下，等发芽。我靠！有人挖到宝了！银猎小队在红龙山脉挖到了龙鳞，还有一大块龙血晶。真的假的？红龙山脉，那地方不是被筛了800遍了吗？是不是那只新来的？哇！地下城堡！终于来了。
猎物已现。塞西，2阶魔法师；伯克，2阶飞贼；卢卡，3阶战士。一个死去又重生，躲在阴影里编织王座的人。虽然你的位置很完美，但你也是我攻克主角团的唯一破绽。螳螂捕蝉，可惜蝉是铁做的。精神力融合的优势，这种隐匿只要保持距离，即便4阶魔导师在复杂环境也很难察觉，但必须万分小心。大家跟紧了，这片林子有些古怪，千万别掉队。明白了，朱克。他们消耗肯定大，等着捡漏。4阶多金币，够值一辈子了。这些跟踪者要按耐不住了。动手！难道要在这里？这卷轴通常是用来聚怪，或者用来调虎离山，用卷轴吸引大批魔物过来，消耗它们。关键时刻再出手相助，就能顺利加入主角团了。塞西，是时候了。你们没事吧？猎手入场，安心。你我之间，谁才是真正的猎物？几人脸上还有尚未散去的惊魂，站定后与少年对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在意。我叫塞西，刚刚真是谢谢你了。我叫伯克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这人有点眼熟，却绝对没见过。夕光从树冠洒下，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。朱克想试探他的背景，劳德，也就是劳文，在反向诱导他们，误判他们。其他3人单纯的把他当救世主。请问你是什么人？这么强大，我却没听说过。没有的事，就只是路过，顺手帮忙。在隐藏身份吗？为什么要分割这些尸体？卖钱，拿去卖钱啊！哦，那还能卖不少钱。几十金币，对他完全不算什么。金钱拉拢对他无用，他背后的人一定极强。呵呵，终有一日，他们会恍然大悟。卡森城城墙在夕阳下逐渐清晰。几次遭遇魔物后，众人终于在下午回到了
劳德，你住在哪里啊？现在住在龙溪酒馆。那太巧了，我们住得很近，一起吃个饭吧，好好感谢你。我还想学习魔法知识。只是吃个饭，不喝酒。不回报点什么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那好吧，刚好我也要吃饭。走走走，这家店的烤肉排你一定要尝。烤肉吗？捕捉到了。对不起，他太自来熟了。没关系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可能已经死在森林里了。以后有需要尽管开口。我们会变强的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会找你们的。不太礼貌的问题，你之前一直在哪里？那这段时间要不要和我们组队？一直跟着老师修行，没去过太远的地方。那你之后打算去哪儿？要不要一起行动？最近几天会留在这里，大概7、8天后离开，要去拜访老师的一位朋友。可以，我也想多接触一下冒险者。太好了，哥们儿，换个房间。我操！好的。都准备一下，这次去红龙山脉。有了劳德，这下我们更放心了。这次我要多弄点素材来。好的，出发吧。这次只去熟悉的地方。短暂的同盟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明明被搜过的地方，他一来就能挖出东西。为什么没货？操蛋！哇！好了，这里也没东西了。今天运气还真不错。劳德吃得惯就行。起初不习惯，现在没问题了。劳德之前在哪修行啊？深山里挺危险的，有机会带你们去转转。月兔草，回魔药剂的核心材料，真货无疑，银白尖端正是成熟的标志。书上也是这样写的。1公里进来就遇到，运气不错。样子罕见，得好好采。交给我吧，不伤根的话能卖出2倍价钱。动作清闲。明白。小心。哼，无赖嘛，小毛孩，小子，把药材放下。朋友，一句话不说就动手，不太礼貌。不想死就放下东西，给我滚！这里归我们。老子是幻翼的人，这里归幻翼。闲杂人等，滚蛋！幻翼是什么？冒险者组织，几百号人，靠人多霸占。上面不管了吗？背靠一位伯爵，所以没有。谁？加德纳伯爵。你好像很讨厌加德纳伯爵。不只是加德纳伯爵，很多贵族都做着令人发指的事情。走，我们还惹不起他们。给我把戒指留下！要是不摘下来呢？你敢？别以为我们是3个人，我们有更多人。干完这票可得好好的喝一顿，真有意思。你们先走吧。行不行？我们一起来的，要走一起走。没事的，你们先走吧。有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让他们走，别搞事。在临走之前，劳文回头看向幻翼成员，内心已做出决定，他不再轻易放过这些人。哼，
我记住你了。我担心格弗里，他今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等他们忙完，一定会找人堵我们。不一定，别这么想。这样最安全。我们只是出来赚钱的，不必和幻一硬碰硬。最好是换个城市，但得小心选择。你们在那些人威胁我的时候愿意站出来，我真的很感谢。这个你们拿着，里面封存着一个第7位阶的魔法，效果是唤出一道龙雷。啊，这不行，这我们不能要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。对啊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。如果拿我当朋友的话，就收下吧。我不希望你们出意外，当做防身用吧。卢卡最终接过水晶，眼中带着感激与不舍。其他人默默看着这一幕，表情复杂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一定帮你。我们有缘的话，肯定还会再见的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劳文消失在夜幕中，卢卡等人站在餐厅门口，目送他的背影，心情复杂。劳文的离去让他们的旅程再度分叉，而卢卡心中所背负的责任却在越来越沉重。第二天一早，劳文跟着卢卡一行人来到城外，他们很快分开，走向了2个方向。他并没有走远，简单易容后，劳文绕了一个圈，再次回到卡森城。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卢卡，他回来只为了一个人，那个口出狂言的蠢货。上百人的行动不可能悄无声息，城里没有动静，说明他们还没回来。这本书要是放在外面，足够让无数人丧命。越高位阶的知识越是致命，知识意味着弱点，也意味着杀机。只要赔钱，这里就没人多问。够了够了，客官。他没有金手指，天赋只是起点。不断阅读也是一种修炼。虽然没有第2次尝试，但他清楚自己已经更接近第8位阶了。该出发了，就在半年之内。将城墙的纹理像时间的皱纹，每一道裂口都藏着往昔的故事。夕阳把它染成金色和血色，仿佛曾经的荣耀仍在燃烧。啊？怎么了？现在这样可不是你的性格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几个小鬼让我很不开心，为了大局只能放过他们。呵，这有什么的？只要是冒险者，最多就是跑到其他人的地盘上，又不是真的找不到了。玩得开心，不开心的事明天再说。莫克里城真壮观，希望在这里能有新的开始。请进。修炼场分为2座，
第一座是普通的，第二座是3阶以上魔法师使用的。这就是训练场吗？外面看起来很普通嘛。最后一个场地就在前面了。唉，还是不行。构成被完全撕裂了，需要重新推导一次。不对，魔法的熟练度不是问题，应该是我对魔力的掌控不够细致。我该如何提升对魔力的精细掌控？稳住，慢慢流动。好，成功了。原主能控3球入水，我却连1球都难，应是尚不熟练，至少要练到能控5球才行。在等卢卡过来之前，就一直用这个方法训练。再练3个月，5个小球就能稳了。到时候冲击第8阶。卢卡，他们靠近了。月前我离了酒馆，用金币换得情报，盯上一家娼妓馆。馆主是3阶巅峰战士，坐拥娼馆与赌场，不过是靠给莫克里子爵上供，才撑得起这肮脏营生。正好，给卢卡的舞台就选这了。劳文不急着行动，回房修炼魔法掌控力。当晚还去训练场测试，8阶魔法仍未成功，但其余魔法调用更快，消耗更低，实力提升显著。现在的我能赢1个月前的自己。这就是莫克里城，比卡森城大多了。先找地方落脚，再看看有没有委托。好，我们先进城。演场戏而已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演不好，你们知道有什么下场吧？好戏要开始了。不愧是大城市，真是繁华，那么多没见过的东西，我好想多买一些啊。你什么都想要，难怪攒不下钱。唉，你能攒下钱？刚才是谁买了一个放血剑之后，死活还要再买一个爆裂剑的学习工艺？某人的小金库已经爆炸了吧？是啊，我小金库已经爆掉了，所以要不要把这东西卖了回回血？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就在你犹犹豫豫，最后又进了药水店的时候。可惜啊，某人不想要，我还是掉头回去卖了吧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现在这像是认错的态度吗？我不是已经说我错了吗？那你至少要把手松开啊！你这个糟糕的女人。这2人10几年来都这样打打闹闹的，虽然这妹夫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但是真遇到事，他还挺靠谱的。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感觉你最近几天忧心忡忡的。没什么，就是感觉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，能离开还是尽快离开吧。劳文对无恶不作且战队大哥的莫克里子爵印象深刻，暗下决心要除掉他，却暂无下手之法。他近来忧心的正是此事，而催促卢卡尽快离开，是因身为4阶魔法师的他，那股强烈的不祥预感往往都会成真。赶紧滚蛋！爷爷今天心情好，再有下一次要了你的命！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先治疗一下吧。我们一起走吧。再坚持一下，前面就是大街了。前面有家酒馆，进去吧。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吧。
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只是一瓶治疗药水而已，算不上什么。请问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的女儿是怎么回事？男人出去赌钱，把能输的一切都输了。他10几岁的女儿被强行抓走，送进了娼妓馆。他刚才就是去要女儿，他愿意还钱，只是要几天时间筹钱，结果被打了出来。畜生，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能当筹码输出去。卢卡也是眼中闪过冷意，他的善良可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。我知道我自己是畜生，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第一次去那个厂子是我一个朋友带我去的，我进去就没有理智了。等到我清醒过来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干什么？不要急，他说的不一定是假话。现在的赌场里面有一种迷幻魔法，可以让进去的人失去理智，等到清醒过来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这个非常隐秘，我们找不到证据，所以就算被魔法迷幻的人去举报也没有用。且不说贵族会偏向自己的手下，就算按照王国律法，你只要找不到对方使用魔法的证据，律法都没有任何用处。这么说，没准还真不是你的责任。带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我之前的朋友非要带着我去，好几个人都去了，我不去也不好。我没想着玩，我就想跟着去一趟，我就走。没想到，你那几个朋友大概是和赌场的人有合作，专门把你这样的人带过去，你应该有点小钱。我不求把钱拿回来，我只想要回我的女儿。我女儿还那么小，怎么办？要管吗？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，遇不到也就算了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总不能装作没看到。你女儿在之前的那个房子里面吗？不知道。我女儿是他们带走的，我只能找他们。行，我们帮你，但事先说好，我们也只能尽可能帮忙，不是肯定能将你女儿带回来。我知道你们愿意帮我，我真的已经很感激了。好了，不用这样。但等我们把你女儿救回来，你们最好换个城市生活。你在这里开个房间吧，到时候我们回来找你。谢谢你们。谁呀？老大让我过来的，有事找你们。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？你竟然敢这样！你小子是不是不想火了？朋友，我们完蛋不完蛋不知道，但你要是再多说几句话，完蛋的就是你了。好，我不动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喂，干什么呢？搞半天！别动，屋子不大，也够脏的，看样子不是据点，更不像什么场馆。这里落满了灰尘，看起来并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刚才你们丢出去的那个男人，他的女儿被你带到什么地方了？春风馆前几天带过去的，我们的老大给了我们一张欠条，让我们去收人。别的我们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的老大是谁？邪眼，我的老大是邪眼。要我说就应该直接杀了。先打昏，我们调查下。他们说不定是普通打手。唉，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但我下手可不轻。这家伙醒了，估计也是个废人了。我们知道你女儿在哪儿，但要再调查。你先住这儿，明天晚上前我们回来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伯克花了5枚金币，从情报贩子手中购得春风馆的构造、守备力量及人员住处等情报。情报贩子重利轻欲，只有假情报的收益远大于信誉损失时才会造假。而春风馆背后的邪眼，虽依附莫克里子爵，却根本入不了子爵的眼。这类人可有可无。综合判断，卢卡认为这份情报应当属实。整座城市陷入寂静，魔法灯具尽数熄灭。因为消耗大，所以除了节日庆典以外的时间，街道魔法灯最多亮至夜间9点。
再重复一遍，门口至少有4个守卫，但最多也就是2阶，可以轻松解决。斜眼和他兄弟是3阶，我拖住他们2个，你们按照路线图突入进去，里面的人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。不过也要小心一点，他们没准在我们要救的人里面也安插了人，等到我们将所有人都救走，再出其不意地杀死我们。所以不要对我们救出来的人怀有100%的信任。可惜我们忘记问那个大叔他女儿到底长什么模样了，回头去找他，他人还不见了。大概是躲起来了，被打怕了。再说我们也不一定能找到他女儿。在不知道目标具体位置的情况下寻找目标，很可能将自己都陷进去。所以在回头找那个男人，但是却没有找到的时候，伯克其实在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好了，这些以后再说吧。卷轴只是障眼法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他自己亲手施展的魔法。5阶的隐匿魔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众人融入四周的景色，并且降低脚步声与存在感。白天时使用效果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在夜晚，5阶就可以媲美8阶的隐匿魔法。怎么突然停了？不对劲。不对劲。怎么了？里面的情况不太对，感觉很混乱，很像是有人在里面打起来了，至少有一方是魔法师。打起来了，那我们还要不要进去？当然进去。现在这么乱，正好给我们创造了机会，守卫说不定都被引走了。这种痕迹应该是用火焰类型的爆裂魔法轰开的，而且威力很大。看样子真的是有人打进来了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对我们是有利的。进去看看。门后原本应该富丽堂皇的装修，此刻变得残破不堪，魔法灯具全部毁坏，看痕迹同样是被烈焰烧过。几个守卫躺在地上，死的不能再死。魔力波动在这边，我们的目标在另一边。这几个全都是2级的战士，我在资料里面看到过他们。闯入这里的团队应该不算弱，难道是2个势力的争斗？应该不会这样。莫克里城里像样的势力都和莫克里子爵有关，不会自己打，说不定是春风馆招惹到什么人了吧？或者是服务过程里让人不满意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。卢卡几人继续前进，这一路畅通无阻，就算是没有被入侵过的地方，也看不到守卫。不过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总不能一个地方被入侵了，其他人就在自己的守卫地点里面等着，而不过去支援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能兵不血刃救出所有人。遭遇意外后，春风馆里最重要的财产，也就是那些娼妓，必然会有人手看管，而且留守之人实力绝不弱小，至少有几个2阶，大家小心。明白，随时准备动手。不过有3阶的卢卡带队，众人都觉得这不算什么大问题。4人穿过6个房间、2条短廊、一座庭院和最后那段扭曲的通道，终于抵达了关押娼妓的地方。等下，那门后有4个守卫，你解决2个，我和伯克1人1个。明白了。妈的，
真是疯了！什么人竟然敢闯入我们这里？不知道，突然就打进来了。我们应该不会有事吧？要是这些人丢了，我们肯定要被老大把皮扒掉。别慌，老大和猛虎都支援过去了，那边只有一个人，2个3阶强者围攻一个人，他落败是早晚的事情。一个人？难道一直只有一个人？这混乱竟出自一人之手，难道是4阶强者？不对，若是4阶强者，又怎会笃定2名3阶联手便能取胜？虽说阶位不代表绝对实力，但绝大多数时候，高阶者都要比低阶者强悍得多。想来应该是个3阶里的顶尖高手吧。春风馆不知怎的招惹了对方，才被强行闯入。罢了，现在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抓紧突入进去。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想走的就跟我们走，不想走的就留下。敢问最近有没有一个女孩被抓进来？我们最近这几天没来新人，如果真的有人被抓了，说是送到我们这里，但我们却没看到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。什么可能？被弄死了，他们会折磨我们，强迫我们接受这里。但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他们很可能下手稍微重一点，人就会死。我们进来的同一批都是很多人，最后能活下来的没有几个。可恶！等下。有些路看似近在眼前，却注定要用命来换。还算来得及时，差点让你们跑了。不对劲，不是说只有一个3阶魔法师吗？为了不出岔子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动作快点。明白。那我们就两边包抄，一个也别放过。2批人，或者同一批。再拖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这小子很强。图卡装备普通，绝非大背景之人，竟有如此道具。
没有背景是好消息，要不然一方是莫克里子爵，一方是大背景的人。滚滚开！我全力一击，让这个主角轻松挡下。被挡下攻击的卢卡并不觉得可惜，就算没能杀死瘦高男人，但至少短时间内，瘦高男人没有参战的力量了，只剩下一个富态男人。他们几个联合在一起，危险程度就会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内。只能这样了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一种炼金药，通过燃烧力量和体力获得短时间的力量增强，只要能撑过去，他就会没有还手之力。这怎么撑啊？开什么玩笑呢？他刚才还只是一般的3阶战力，但现在已经不比4阶弱了。伯克，小心！伯克，没事，还没死，只要能用治疗药剂就可以治疗过来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也在隐藏实力吗？有种快点！那看看这个呢？我承认你们很强，但运气没站在你们这边。劳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要问你们呢，你们不是在红龙山脉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！邪眼！
是6阶魔法。附近探查过了，没人追踪，目前安全。朱克，你那接受娼妓的朋友那边怎么样了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肯定能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对了，你怎么会闯进春风馆？游历途中碰到个中年男人，说女儿被绑去了春风馆，想帮忙救人。他看起来很诚恳，我没法拒绝。可惜找到时只剩残破尸体。该死的邪眼！还有莫克里子爵，这次算他们运气好，跑掉了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他们，而在帝国。没人能管住这些贵族。我走过太多城市，比这残忍的多了去了。如果有人想推翻现在的王，改变这一切，你愿意出手帮忙吗？这事难度太大了，我未必能帮上什么大忙。但说实话，这些乱象我确实看不惯。你现在也没明确去处，还惹了莫克里子爵，不如暂时加入我们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劳德，加入我们吧。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强，但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，我也会尽力变强。好吧，我加入你们也可以，但事先声明，我只是短暂加入几个月，我之后还要回到老师那里修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即便只有几个月，我们依旧是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劳德，欢迎你的加入。以后就是伙伴了。你刚才的实力也太强了，怎么做到的？很久之前在其他城市买的魔药，服用之后可以短时间内爆发出高一阶的力量，效果和那个富态男人吃的药差不多。不过他的药更好一些。你在干什么？训练对魔力的微操能力。你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你平时怎么训练自己的魔力掌控的？拿一个枯黄的树叶或者是风干的草，用魔力往起吹，保证不落地的同时不会破坏吹起来的东西。每个人训练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只要有效就可以了。不过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试试，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开始尝试控4颗球了。他们应该想不到我们敢绕回来，终于是甩掉了。出发去隔壁的乌尔姆城吧。朱克先生，你带来的人和你们的住所都安排好了。不行，这座城距离莫克里城太近了，不安全。我们住1晚就出发吧。同意。没错。我们接下来去哪？古木峡。古木峡谷，连接远古弗莱里希帝国碎片的遗迹。传送门后藏着怪物、陷阱与宝藏，更在不断扩张，随时有新惊喜。开放遗迹被扫过很多遍，危险不高，收益也不高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金币，是磨练。塞西伯克，在魔道3阶，我们就回火龙山脉更深处。主路安全，顺便接点委托，补给也方便。村长，那孩子怎么了？踩了猎人的陷阱，
没钱买端制药水，魔法师也请不起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艾丽。他平时见陌生人都躲柴房的，今天齐了。艾丽，想不想把腿治好？可以吗？你要答应哥哥，以后做个善良的人。艾丽是好孩子。不是为了回报，走吧。高级药水白给。算偿还一些东西吧。他这个有故事，但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你能帮多少？我帮一个，就少一个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果然是个好人，就一个少一个。一定要把他拉进我们的阵营。这一天又路过了2个村庄，但依旧没有接到回复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莫克里城的城墙不知道被什么轰破了。昨天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是啥轰的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城墙破损瞒不住，原因能压就压。贵族的脸面比命重要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只要小心他本人。你们俩怎么这么懂贵族的规矩？我们镇上以前有个可恶的贵族，教训可多了。老师讲过的。好了，吃完回去睡，明天继续走。又炸了！他的能量驾驭已经趋于圆满，这是天生的奇才。树林的野猪伤了人，领主没回应，就在那片林子里面。交给我。稀释后平分，轻伤可愈。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，太感谢您了。这微笑里的愧疚，又是这样，他在补偿。可是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补偿？路上有匪患，麻烦各位护送回城，报仇翻倍。顺路，没问题。若按这个法子治理，民生、基建都能改善。啊，闻所未闻！你一个小小的少年，竟有如此见解。这不应该是一个隐居强者弟子应该有的表现，感觉更像是一位优秀的贵族领地继承人。但真的要说是贵族，劳文现在的良善表现反而有些不正常。不是说贵族全是恶人，但至少不会善良到现在这种程度。朱克开始怀疑了。
这就对了。上辈子的历史知识，用来震慑你刚好。哇，41天，总算到古都峡谷了。遗迹有6层，有5种怪会复活，消耗品必须备齐。抗毒药水，驱散迷雾药水，魔法背包能防遗物腐朽，别落下。坏了，红龙山脉的钱花光了。没事，可以再赚。真是大义的骑士。我来吧。商会贵宾，您的物品即刻备好。有劳了。我的天！魔力链一同系上，传送后才会在同一位置。哈哈哈，原来如此。走吧。要注意，其他探险者才是最大危险。碰到求助的人别管，基本上全是坑你的陷阱。哈哈哈，不过，你们为什么全都在担心我？没有一个担心劳德的，他和我不是差不多吗？劳德会看安全，你只会冲上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好了吗？开防御卷轴了。OK。出发啦！我勒个亲娘哎！别怕，时空受伤不到人。根据记载，这里应该是第2层的血河。最开始被血腥的液体填满，把戒指拿走，血河就开始消散，最后露出了祭坛。那个戒指被命名为血骨戒，被塔索尼共过往事用宝具级别的全身铠甲换走。但据说血骨戒会赋予佩戴者巨大的力量，但同时会抽走使用者的生命力。宝具级别的全身铠，我靠，那得多少钱？至少得要几百万金币吧。我记得家里也有一把叫做斩龙的宝具长刀，我是不是等到成为魔导师之后，也应该磨练一下战士侧的技巧？第2层应该只剩下一种命名为血红骷髅的怪物，比普通的死灵骷髅更强，而且被抓咬到有感染风险。但我们准备了足够多的净化药水，就算被咬到也没有关系。唉，遗迹被扫太多次，估计没货了。开放了这么多年的遗迹，哪一层应该都剩不下什么了。不过可以碰碰运气，说不定有牺牲的探险者，我们能捡点遗产，或者这片遗迹又融合了新的碎片。右边的是一条长廊，通往几个有怪物的地方。这么说的话，角落那个呈漩涡状的，应该就是出口了。来都来了，先不急着走，探索探索再说。大家警惕，我听见深处有骨头磨地的声音。要是亡灵巫师过来，能不能控制这些骷髅？不知道，不过说起来，这里还真是亡灵巫师铸造老巢的府邸。怎么说？亡灵巫师在外面是什么待遇，你应该清楚吧？玩弄灵魂的亡灵巫师受人唾弃，每个人都有尽可能击杀他们的义务。钻研亡灵魔法的人，最后一定会将自己转变成亡灵。巫妖们会捕捉生灵进行大量实验，并且用实验体袭击人类。3200年前，一场亡灵天灾席卷了大陆，最后耗费极大的代价才勉强将天灾平息。大量亡灵与尸骸被埋葬，决战的战场被命名为亡灵之渊。时至今日，仍然会有亡灵从里面爬出来，企图袭击四周的生灵。遗迹伤亡不引人注目，是巫妖理想实验地，但目前没那么倒霉遇上。你啊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好了好了，只是说说而已，应该不会有的。连续来了4波，净化之水还剩不少，够用来。
这些骷髅也太弱了点。我去，这只不对劲。没事，才3阶强度，刚好热身。发财了，这么多晶石和卷轴。估计是原主人被其他骷髅给耗死了，没来得及用。要想办法换个安稳的活计，我不想我们也这样。有人在注视着我。大家这边，对方引力术极其高明，他只是3阶，却能和我同时战斗。他的精神力绝不弱于我，1个月内必会进阶4阶魔导师。算了，大家赶快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看样子像是藏起来的私房钱，你运气还真好。这里已经被搜寻过无数次了，竟然还能被你碰到漏网之鱼。这些金币大概能值多少钱？不知道，等出去的时候找个人看看吧。第2层搜寻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是去下一层还是去上一层？众人现在的状态很好，没有离开的必要。往上面去吧。要是去下一层，探索完了还想探索，就要先回到第2层，再去第3层。耽误的这一小会儿，2层说不定又会刷出来一些骷髅，又要额外的花费一点力气。众人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正好一个队伍往楼下走。卢卡带着几人上楼，来到3楼之后，面向这些人，对方则是面向卢卡几人，背对着楼梯，小心翼翼的。在与外界隔绝的遗迹，一定要把人心想得最坏，能做到多谨慎就要多谨慎。老文几人目送那队人下楼，才动身探索第3层。见有人刚从3层下来，他们本没抱什么希望，众人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说不定3层刚刷新出了新的帝国碎片，可结果令人失望。这里干净的连怪物和材料都没剩下。他们找到了第4层的入口，这一层没有被清理，能够看到许多怪物。第4层的魔物有2种，一种是喷头的魔物，面对这种魔物，只需要交给拥有远程进攻手段的老尾赛。第2种魔物是石像傀儡，不知受何驱动，即便被彻底打碎，不到1小时便会重组。它魔抗极高，3阶魔法师难以应对，还不惧物理攻击。好在动作笨重迟缓，人们只需加持速度增益，边躲避边搜寻，不必死磕。毕竟能靠传送门离开。众人躲避石像攻击，如3层般搜查4层角落，为寻新材料，却发现2份尘封血干的旧遗产。遗产明摆无守护，竟无人取走。众人相视疑惑，除非是这段期间，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近。但不应该。第4层又不是第1层或者第6层，作为中间层，不管是上层的人还是下层的人，大概率都会选择过来看看。这层的怪物也不算太强，难道是被故意丢在这里的？用弓箭试探一下吧。
果然是陷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操！哪来这么多亡灵？现在只有一个解释，就像是朱克之前随口说的那样，这座遗迹里面真的有一名亡灵巫妖。我这里还有3个8阶的水晶，1个8阶的卷轴，我再用几个7阶魔法，短时间内清理出来一条道路，应该不难。你们等我的信号，然后一起往传送门的位置冲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了。第8位阶魔法，灿烂烈焰。但为什么他会？第8位阶，咆哮之牙，曲折剑柄，雷霆巨斧，这些魔法全部出自于海因斯家族。劳德为什么会拥有海因斯家族的水晶与卷轴？难道劳德的老师与海因斯家族有息息相关的关系？那是第7位阶魔法恶灵降临，同样是海因斯家族的标志性魔法。他是劳文·吕斯·希伯拉肯·海因斯。这怎么可能？劳文·吕斯·希伯拉肯·海因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，怎么可能像这段时间一样表现得如此善良？快跑！绝对不可能！我靠，这都能活着出来，真他妈不容易。是啊，命真大，幸亏劳德哥了。如果不是劳德哥还有这么多的卷轴和晶石，今天肯定得交代在里面。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，上报，我们得上报。我要见城主，遗迹里有一只死灵巫妖。啊！亡灵天灾！看来朱克猜出我的身份了，我表现出来的特点，只要了解海因斯，肯定能在一瞬间就锁定。计划开始，接下来能不能成功，就要看他脑补。请跟我来，城主大人已在议事厅等候。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出现亡灵巫妖，但是突然出现大量遗迹里面不存在的亡灵，并且明显有人进行指挥，即便里面没有亡灵巫妖，至少也有一个高位格亡灵。我需要核实这个消息。在这期间，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开这里。虽然你乱说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以防万一，事后我们会做出补偿。你们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吧，可以随便在城里走动，但不要离开。很抱歉这样对你们，希望能够理解。没事，正好我们也得歇息一段时间。但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，你们进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，谢谢。朱克，一会儿别忘了下来吃饭。知道了。从地下遗迹离开到现在，终于有安静空间思考了。劳德是劳文·吕斯·希伯拉肯·海因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且不提劳德拿出来的那么多晶石，以及亲手施展的海因斯家族专属魔法，单论他之前的表现，是否能和海因斯家族挂上钩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早在之前，我就有过奇怪的感觉。劳德的种种表现，并不是一个隐居强者弟子应该有的表现。如果换作是海因斯家族的子嗣，那么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。首先是年纪轻轻，天赋极高，但我竟然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劳德真的没有离开过深山，所以才不被人知晓。现在却有了更合理的解释，因为劳德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，真正存在的是众所周知的存在。劳文能拿出那么多卷轴和晶石，以及对金钱的不屑一顾，还有劳文被人触碰的时候那种几不可察的厌恶。一开始我以为劳文单纯是厌恶身体接触，现在看
很可能是贵族对普通人的。他以秘术传讯家族卧底，核实劳文是否仍在领地。若已离开，便确认其离境时间是否与劳德现身吻合。此事不难查证，劳文当初离境，本就未曾隐瞒。内营传回消息，劳文3个月前离开，目前下落不明。7、8个巧合同时碰在一起，那就不可能是巧合，而是真相。毫无疑问，所谓的劳德就是劳文扮演的假身份。劳文为何而来？绝不可能是识破了我的身份，不然王氏怎会放任？早该大举围剿。他应该是不知道我的身份的才对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劳文他为什么要独自离家历练？就算是魔法遇瓶颈外出修行，可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善良了？不管了，劳文身份价值极高，若能策反他，收益巨大，必须赌一次。朱克掀开始终贴身的皮甲，在皮甲的2个夹层中间缝进去一张用银色涂料画着特殊符文的黑色纸张，这是特殊的通信魔法，只有在很关键的时候才会使用。这张纸将会召集来一名效忠于他的英雄。惹到不该惹的人了，海因斯家族嘛，还真是可惜。一个4阶的魔法师，一个精神力远超同阶的3阶魔法师，都是很好的实验材料。我几年以来，隔一段时间就抓几个3阶的实验体，这么多年也没有露馅，一时间上头，结果闹得这么大。实验体还没有抓到，天知道那小子竟然能拿出那么多的卷轴。算了，这次算我倒霉，还是先把第6层通道打开，我再躲到没被人发现的第7层，把通道封起来，让他们以为我已经走了，之后再找机会搬家吧。队长，这里有密室。没想到巫妖老巢竟然在这儿，看样子他已经离开了。但他是怎么离开的？出口明明早就封锁了。说不定是有其他的出口呗。谁敢说我们知道的那几个就是遗迹的全部出口？好了，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动，免得有陷阱。先回去汇报吧。收拾好，出发，回红龙山脉。大家加把劲，穿过这片林子就能看到贸易城了。回去途中，劳文一直戒备，他早料到朱克的4种反应，最希望的就是现在这样。朱克佯作不知，私下试探，通过了朱克的测试，劳文便能潜伏归族，助他夺权。届时他可继承家族，再伺机连归族反朱克，或借信任壮大自身，前路抉择良多。但是劳文不知道朱克测试的形式与次数，他只能谨慎应对，凡事皆不可视作巧合，宁可多做，绝不少心。跟紧点。白天什么也没发生，快到傍晚时，众人进入了一家酒馆。我去逛逛魔法市场，想找些奇特魔法，试试突破8阶瓶颈。塞西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劳德哥，我就不去了。想好好研究这2本魔法书。机会来了。劳文离了酒馆，直奔魔法市场。此行虽是幌子，却不得不为朱克或已派英雄级手下暗中监视。他精神力虽强，却难敌此等存在，只能故作如常，唯恐稍有异动，便前功尽弃。这2本魔法书多少钱？10个金币，有口就打！第1关过了，第2环很快就来。
子了！快走，让开！快放开我！来不及了！交出来吧，什么人都敢偷。给老子过来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谢了，朋友，这个小鬼交给我们吧。等下，为什么抓他？他是罐头，偷了我们好几次。我没有说谎，我偷钱是为了我妹妹。哈哈哈哈哈！别信他，这谎话精。10枚金币，够了。算你运气好，下次打断你的手。别谢得太早，解释不过关，照样交给治安官。具体说说，为了妹妹什么？爹娘早就死在矿井里了，我年纪太小，根本没人肯招我干活。如果不去偷，我们全家都会饿死。我申请过补助金，但是原本1个月1金币的补助金，到了我们手里就剩下1银币了，根本不够我们吃的，都是被那些该死的人给克扣了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拉尔，抱歉，这里很乱，前面就是我家了。没关系。先生，您看到了，我没有说谎，所以请你不要将我交给治安官，可以吗？我会给你们一些帮助，我只能给你这么多，再多的话，对你来说也很危险吧？谢谢先生。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，还能给你们一个住的地方，但你要努力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能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看他们能让你干什么吧。不用担心，我还不至于坑害你们3个小鬼。我知道，先生，我没有这样认为。拉尔进屋，劳文收回目光，倚着断墙假寐，暗忖此举是否可行。他帮小鬼绝非善心，虽然能收心腹，但是这可能是朱克安排的测试。况且要收心腹，他自有更稳妥。我们收拾完了，那我们走吧。他要通过这几个小鬼，让朱克更加确定他没有发现自己的2王子身份。他准备把这3个人带到海因斯家族的产业。劳德少爷，您怎么会带这几位小友前来？乔神，给他们安排正经住处和工作。女孩还小，不用干活，按月发钱保障一时。没问题，少爷，上回这点财力不算什么。劳德少爷，我此生必报答您的大恩。拭目以待。收获怎么样？还不错，
我回房研究下。结果怎么样？他直接将小孩带到他们家的商会了。是的。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他故意演的一场戏，主动暴露自己？有可能，但是我调查了一下，那个小孩1年前就是现在这样，所以不可能是劳文提前准备的。明天进行最后的测试，暴露我的二王子身份，拉拢不成就灭口。4阶的他虽是领导者，这世界却实力为尊。英雄级非学禁咒，需自创方能晋级。魔力质变，施法提速，威力大增。自创之难，令英雄寥寥。等回到红龙山脉，又要不停冒险了。我们先休息休息，好好调整一下状态，再出发。我先上楼休息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海因斯家族的标志。劳文将戒指拿了起来，戒指里面存有一缕魔力。连通之后，一道信息浮现在劳文的眼前。怎么又出来了？要去哪？有个魔法想测试下，去趟训练场，晚上之前回来。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？这里太干净了，这就是陷阱的味道。你是谁？伯爵大人派我来通知你。通知我什么？不用潜伏了，直接做掉他。接住这个。做的还挺真实，甚至我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。父亲想要我干什么？杀了你的队友艾希。为什么？少爷，你此行是来杀二王子的，他还活着。艾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可以轻松杀掉他。如果不是我早就知道剧本，真会被骗过去。结果怎么样？他拿走了卷轴。劳文啊，劳文，可别让我失望。艾希，你在哪？怎么了？艾希，有点事儿，能出来一下吗？哦。劳文后退半步，与朱克抬走相碰。悄然地落入梅峰听见魔法的尸体。劳文竟然用这种方式提醒我，这样来看，身份劳文一会肯定不会杀了他。见机行事。但劳文要怎么复命呢？朱克跟着劳文离开酒馆，直至来到一条没有人的小巷，劳文这才停下脚步。劳文，朱克预言，劳文骤然转身，三魔法虚影齐出，头顶卷轴染焰。三道魔法黑暗诅咒，寒霜劲雨，巨大荆棘，看似将他困住，实则只是假象。下一瞬，卷轴倾泻，吞噬天地的狂暴黑雷，席卷整条小巷。
10秒后，雷光散尽，本该湮灭的朱克竟毫发无损。对此结果，老文早有预料。不装了，卷轴是假的，那个男人是你的人，你在测试我。你很聪明，真的。所以你真的是二王子？你怎么可能没有死？想拉我入伙吗？帝国必须改变，哪怕我是新的恶龙，也比腐朽的毁灭要好。你愿意吗，劳文？这时候该表现出感动了，好吧，陪你演下去。如果持续下去只有毁灭，那改变值得尝试。回海因斯家去吧，等待我的召回。好。殿下，你就这么信任他？无关信任，他把情报流传出去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接下来，计划正常推进。这不是礼物，是投资。现在的1枚金币，比以后的1000枚都要重。如果拿我当朋友，就别客气。可是，好吧，谢谢你。未来的英雄们，等你们成为利剑时，我会回来握住剑柄。劳文在下午的时候离开城市，不过并没有直接返回海因斯家族，他转而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城市。在回家之前，他要先成为第4阶的魔导师。璀璨的魔法阵缓缓扩张，魔力流溢散而出，毁灭气息瞬间充满整个隔间。附近的温度急速提升，汗水顺着劳文的面颊流淌，他的手开始忍不住颤抖。撑住！火红色的魔力在魔法阵上疯狂地扭动，成型的火焰顺着魔法阵的符文盘旋燃烧。劳文拼命地用精神力维持魔法阵的稳定，斑驳的精神力光点从他的身上不断移散。又是1枚晶石碎了，劳文没有理会，继续努力地维持魔法阵。回去！短短3天时间，劳文就学会了第2个8阶魔法，一招雷属性魔法，是他之前在红龙山脉设计最小主角团时使用的第6阶魔法，毁灭狂雷的进阶版本。这就是进阶，效果提升了几10倍。8阶浩劫是海因斯禁咒世界浩劫的劣化版，由第2代伯爵研发，它无属性，范围极小，却因舍弃花哨效果，杀伤性极大。劳文学成仅用10天。3个8阶魔法全部掌握，虽说还需要通过无数次的熟悉来提高释放速度，但这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。劳文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意义，他用剩下的金币租了一辆马车，驶向海因斯城。又回到这里了。车夫瑟瑟发抖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拉的是何等人物。他现在已经不关心能不能拿到这趟的车费了，他更关心自己的小命还能不能保住。劳文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迈步走入城堡。他的脚步很轻，面色也很平静，但心里却异常的沉重。他很清楚，洛伊100%没有完全扔掉怀疑，这一次回来，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。不过真正让他拥有这般压力的人，并不是洛伊，压力的真正来源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——格列高利、吕斯希波拉肯、海因斯。我亲爱的弟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姐姐。洛伊尚未打消对劳文的怀疑，却无实证。不过现在父亲回来了，应该能凭实力识破劳文的灵魂异常。劳文来到城堡的6楼，
踏入这一层的瞬间，劳文就有一种强烈的被窥视感，但第6层的长廊上看不到任何人。书桌后，壮硕男子身着白纹外套，伏案疾书，华氏衬衣难掩肌肉，端坐间便散发着野兽般的压迫感。进阶魔导师了吗？是的，父亲。你的天赋没有让我失望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以进入海因斯的第4层宝库了。去见见你的母亲吧，她想念你了。上位者的压迫感我还能撑住，可海因斯伯爵那身强横到离谱的实力，才是让我打心底里忌惮的东西。就像是一只羊混入了猛兽群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咬碎骨头。但英雄级强者，他都没察觉，伯爵自然也不能。没人能看出我是穿越者，没办法从灵魂上分辨。剩下会被发觉的可能性，就是像洛伊一样，从小动作和行为习惯中察觉了。真正难应付的是母亲莱奥妮·罗斯莫德·海因斯。快过来让妈妈看看。大哥。劳文。你怎么突然想要去外面历练？一走就是好几个月，你都瘦了。母亲，每个人都要有这般的经历，而我从这次的经历里面得到了许多。你晋级魔导师了？是的，哥哥。劳文，你成为魔导师了。你真是给了妈妈一个惊喜，竟然这么快就成为魔导师了，以后肯定能成为英雄。母亲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离开了。哦，对了，恭喜你，弟弟。当身后的门关闭，奥利布的面色猛地变得阴沉。他的房间在4层，回去之后，他站在一面铠甲前面，突然狠狠一拳砸向铠甲，他胸中翻涌热血。他并不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，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这种情绪是什么，直至后来他才明白，凭什么这种情绪名为嫉妒。每一任伯爵都是英雄级实力，而我却……父亲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将继承人的位置交给劳文？我绝不会是第一个非英雄伯爵。杀了劳文，不行，还有时间，我要成为英雄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勉强过关，但还不算安全。多亏了莱尼奥那夸张的健忘，等到以后接触时间越来越多，露馅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。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，给自己一个独处的借口，比如说闭关修炼魔法，以刚刚成为魔导师为理由进行长期的修炼。只是还有一个问题，以我的天赋，最多闭关1-2个月，时间太长反而会引起怀疑。劳文少爷，您的朋友来了。我的朋友，几个贵族家的3子和4子，勉强能称得上是我的朋友。但这几个人为什么会突然过来？根据原主的记忆，我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们来自己家，而没有通知的就过来，是相当失礼的一件事。我和他们的朋友关系并没有好到可以不告而来的程度。劳文少爷，是谁来了？安德鲁斯伯爵的3子亚恩少爷。亚恩怎么会来？大概率是洛伊的主意。这个女人没完没了的试探，不如杀了她。但是此事绝非易事，
海因斯家手足相争，只能暗中进行。若计划败露，为保家族稳定，必会被处置。洛伊有4阶侍卫贴身暗护，即便能绕过侍卫得手，伯爵也定会彻查。而且在这魔法遍地的世界，劳文根本没有完美犯罪的把握。姐姐，弟弟，你的朋友过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玩得开心。喂，亚恩。你就当我什么都没看。你怎么想到过来看看朋友我了？哦，你说我？不是你派人邀请我来的？我派人邀请你来的吗？听到这个回答，劳文心中有了答案，和他猜测的差不多。洛伊想要通过和劳文关系不错的亚恩再测试一下。切，要不杀了洛伊？不行，没有实质证据，不能病急乱投医。绕过侍卫解决掉他，风险太大。要么引导正义的小伙伴卢卡弄死洛伊，这倒是个可行的路线。唯一的问题在于卢卡还不够强。要是能把洛伊嫁出去，也可以远离海因斯家，彼此看不到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洛伊虽然有未婚夫，婚礼却在1年之后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还是第一次来你家，快带我参观参观。罢了，今天看样子必须接待亚恩了。来吧。送走亚恩，就找洛伊好好谈谈。海因斯家也太奢侈了，这宝剑扔出去能让冒险者抢破头，居然只当装饰，不过世间摆设。下个月王都庆典要和对萨兰提斯的庆功宴一起办，所有贵族都得去，你可不能缺席。帝王想收容人心罢了，我不一定去。那些家伙肯定会来嘲讽我们，只有你在，他们才不敢放肆啊！贵族分3派系，保王派弱势，亚恩等同龄人无靠山，容易遭到2王子派的嘲讽。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大贵族聚会，到时候看看情况。记得一定要来啊！呵呀，这不是我可爱的弟弟吗？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你突然来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？虽然在贵族之间，亲姐弟发生关系的事情也不少见，但是我没想到，我可爱的弟弟竟然也有这种爱好。虽然你还在享受你无聊的游戏，但是作为弟弟的我已经厌烦了。你若是再因为之前那个可笑的感觉而试探我，你说父亲是会惩罚我，还是会压下你的死呢？魔导师，那股纯粹的杀意做不了假。劳文刚才是真的想要杀死我。今天晚上这件事做的有些过了，洛伊确实有点毛病，但你不能真杀了他，他还是家族的联姻对象。
他先开始的，他不来惹我，我就不会去管他。1个月之后的新年庆典，这次的新年庆典，星允先生也会参加，还有塞勒斯大人，所以父亲叫你务必前去。我知道了。家里一群问题儿童，真是让人头疼。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，只是这具身体带来的幸运罢了。现在的我，已不再是任你摆布的废材了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不过，那名对手并非一隅之，我不能掉以轻心。身份暴露的风险在增加，那个疯女人下一次行动，绝不会只是试探了。若不突破这层海因斯家族的防护，我就无法在庆典上悄无声息地除掉他。我需要冷静思考。有了，我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足够快、足够锋利的手术刀。卢西恩·沙什，那个被放逐的天才炼金术师。他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不仅是朱克，连同那个天才的炼金师，你们都会成为我棋盘上的棋子。一切准备就绪。享受你最后的庆典吧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既然规则无法让我上位，我就亲手创造一套属于我的规则。组建势力布景，先夯实魔导师根基，顺带躲家人。魔法师强度无指标，魔力量、精神量、魔法知识、熟练度、特殊魔力属性。前两者可冥想提升，但我有更好的选择。刚晋升魔导师，身体承受上限提升，正是喝药的时机。天生数值决定上限，我是天生高数值的天才。穿越后，精神力基础直接提升，上限更高了。5小时喝完5瓶，抵得上2年冥想，顶级魔药，果然毫无瑕疵。知识我不缺，熟练度靠练。魔力恢复药剂能省大把时间。先练会这3个8阶魔法。海因斯家族沐浴过龙血，魔力附带龙之力，既省魔力又增威力。1个月内要把这3个8阶魔法的施法时间压到1.5秒内。劳文少爷喝了3瓶魔力药剂，2瓶精神药剂，正在练家中记载的3个8阶魔法。另外，昨晚洛伊小姐邀亚恩，惹少爷不快。奇怪的是，少爷没立刻赶人，也没找小姐麻烦。继续说，洛伊怀疑劳文灵魂被取代，伯爵调查后否定，海因斯家族有龙血烙印。这事不用在意，他只是摆个态度而已。灵魂夺舍，灵魂无异常波动，但若是破戒强者夺舍，岂会如此低调？要么走，
要么夺取，无需多长，静观其变即可。父亲，实力提升的不错，回去休息，之后去王城多学点魔法知识。是。听说你成魔导师了2个月前的事。庆典你会成众矢之的，即便成了魔导师，也小心点。你在担心我？哼，只是提醒。按照剧情流程，劳文本应该在庆典上默默无闻。可恶，忽略了这点。不过我的实力，海因斯伯爵自然更重视我。有事吗？只是来好心提醒你一下，庆典要小心，不是针对你，是针对我们派系。他没底气，只是试探。大人物不能动手，只能拿小辈开刀。大人物不能动手，只能拿小辈开刀。那些蠢货的孩子来挑衅，我能直接杀了吗？随你，别闹到无法收拾就好。小心稀奇道具，好好休息。我明白了。随着二王子的死去，大王子和冯科尔特11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。大王子想要继承王位，冯科尔特11世不想退位，两人发生冲突是早晚的事。之所以至今还克制着，那是因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可以压倒性取胜的信心。就算能够压服另一方，但代价如果是国内力量的空虚，那将会是最坏的消息。虽说大量贵族的死亡，王室可以收拢回更多的权力，但真的发生战争，帝国还要指望着贵族们上前线。若双方冲突过后，其余国家趁机发动战争，战败几乎是注定的。不管是大王子，还是冯科尔特11世，以及贵族们，现在的情况背后肯定有朱克的推动。三方都接受不了这一点，所以就算矛盾越发尖锐，谁都看得出来双方早晚有一场冲突，但还是在最大程度上克制着。王朝内部不计较流血的更替，历史上发生过，但那些情况都是在外敌并不强，威胁没有大到致命的情况下。那些原本是二王子派，后来却投靠到大王子手下的贵族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当朱克死后，以大王子当初的势力，冯科尔特11世能够很轻松地进行压制。大王子和朱克的针锋相对，本身就是冯科尔特11世的谋划，他自然不会闹出这么大的隐患和疏漏。局势到了今天的尴尬地步，朱克的那些人是重中之重，两方势力削弱，对于朱克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。但还是之前的问题，朱克凭什么有信心在挑起双方矛盾、自相残杀、国内力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，等他登基之后，还可以应对附近大国？前世小说我就听到，大清洗之后，朱克登基就结束了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一概不知。但朱克并不是傻子，他一定有着自己的底牌。这么明显的问题，他在设定计划的时候不可能注意不到。还有那些贵族，他们也肯定能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我要不要顺水推舟，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？希娜，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会留在王都。是父亲叫我回来。我记得原主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，原主的举动他肯定更了解，得小心不要暴露。等一下，
难道这次也是？